高级黑，党媒要年轻人效仿习近平，自找苦吃。白宫宣布反共周，在美华人表赞同。四川阿坝特大桥垮塌，专家指选址有猫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镜闻。中共军中大批将领落马后，被外界认为军权独揽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撰文，热捧党魁习近平。这篇题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文章，11月12号刊登在党媒《人民日报》的要闻版上。文章中至少20处提及习近平或习主席，声称“15+5”时期要更加坚定自觉贯彻习主席决策指示，要防止做两面人、搞伪忠诚，要维护核心等。根据大陆南方都市报11月3号报道，这篇文章在中共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上已经发表过，时隔9天再次拿出来发表在党媒上，引发关注。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这可能是张又侠捧习近平最厉害的一次。他分析说，张又侠此举可能是针对他军中称王之类的传言进行辟谣，也可能是在内斗升级的压力下，为了保政权而与习近平达成妥协。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长博吉斯11月12号发出警告，受中共政府指挥的黑客组织正渗透澳大利亚关键基础设施，如果升级为破坏行动，可能重创经济与民生。博吉斯当天在墨尔本举行的澳大利亚证券及投资委员会会议上表示，间谍和网络攻击行动2024年已使澳大利亚损失大约125亿澳币，约美金81亿，其中包含价值约20亿澳币的商业机密与知识产权。博吉斯强调网络攻击的威胁，并点名中国黑客组织沿台风和福特台风的活动，指出这些组织是为中共政府情报部门及其军方工作的黑客。他说，沿台风不仅已经渗透美国电信系统，进行战略性间谍行动，也正入侵澳大利亚的电信网络，而福特台风则试图为未来可能的破坏行动预做部署。他警告，如果电信网络遭到大规模破坏，将广泛冲击社会各个层面，包括银行、交通运输，甚至供水与电力系统。在此之前，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今年8月就曾发布公告，说已经在至少80个国家发现名为沿台风的黑客活动。党媒《人民日报》11月11号发表文章，要求年轻干部学党魁习近平自找苦吃。不过，自找苦吃本身是个贬义词，党媒却将这个标签贴在习近平身上，被质疑高级黑。人民日报11号刊文，年轻干部不妨多些自找苦吃。针对一些年轻干部的躺平心态，要他们多做一些事，多吃一点苦。文章称，一些年轻干部在工作中年轻怕重，对分内的苦活累活、急事难事能躲就躲，能推则推。工作中吃一点苦就发牢骚抱怨，觉得吃了亏，批评他们自以为聪明，实则在安逸中蹉跎时光。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静远表示，人民日报的评论往往带有指向性，这篇文章涉及到中共干部提拔路线。邓小平当初他对这个提拔年轻干部呢，提出了有一个4化，对吧？就是所谓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这篇文章它的核心意思和邓小平当初提出这个4化其实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呢，在经历了习近平这种任人唯亲他的这个原则之后呢，现在至少我们看到这篇文章体现出来是中共的有点开始想要回归到邓小平时期那个时候去针对的一些年轻干部去进行提拔。文章开篇就以党魁习近平为例，称习近平在陕北梁家河插队期间，自诩对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自找苦吃。不过自找苦吃是个贬义词，这个成语的本意是批评人无事生非，给自己找麻烦，惹灾祸。文章却把自找苦吃作为习近平的标签，倡导年轻干部学习。基本上这一定会引起就是中国的网友就是用各种方法来反讽。那第二个
当然就是鼓励年轻人或刻苦耐劳，这本来是各国都会鼓励的，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就特别不寻常了，因为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目前有躺平啊，认为说再怎么打拼也不会有好结果，所以他们就想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激励的话语，但是这个有点文不对题了。唐靖远认为，文章把习近平在梁家河的经历当作自找苦吃的典型，的确有高级黑的意味。因为众所周知，当年习近平跑到梁家河去插队去落户，他并不是自己真的是积极主动愿意去的，他到梁家河去其实是去避难的。习近平因为他家庭的关系，在文革里面他爹遭到这个残酷的迫害，所以呢，他是为了要逃难才躲到这个农村去的。那其实我觉得在这里，他这个所说的自找苦吃就比较有讽刺的意味了。因为谁都知道，习近平他自己当权上台以后呢，他却又回过头来去复制了毛泽东当年文化大革命的那条路线。让无数的人又继续去遭难，就是说，他其实是对习近平他自己这些年来的一些政策的开倒车的多少有一点反讽。中共近年来扩大鼓励当届的应届大学生们不一定要进入想象中的外商或是工厂去工作，可以下乡去担任村官，或者去中西部贫困县的乡镇做1到3年的志愿服务，如同上山下乡的翻版。以往鼓励上山下乡，那是疏解红卫兵等等的那个世代刻意的这个所谓下乡去学习，其实是政治操作啦。那现在这种吃苦的说法有点过于勉强了，就是想要借由鼓励来转移内部的年轻人对于未来前途绝望的这种情状，但是可能适得其反。中共以国安为名的政治控制越收越紧，以反腐为借口的清洗也没有结束的迹象，各级干部躺平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今年初，多地曾设立蜗牛奖，羞辱不作为干部，不过躺平现象仍然层出不穷。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公告，宣布11月2号到8号为反共产主义周，以悼念1亿名因共产主义政治制度而逝去的受害者。许多在美华人表示赞同，并指出许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张都是表面上看似能够帮助穷人的政策，但实际上反而损害到全民的福祉。就在川习会结束不久，美国总统川普7日宣布11月2日至8日为反共产主义周。白宫发布的公告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意识形态之一。共产政权造成超过1亿人丧生，其本质是奴役和对信仰、自由与人类尊严的全面摧毁。公告强调，自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来所取得的进展，同时也警告了暴政具有颠覆性与顽固的本质。这个消息对于中国的反共人士来讲的话，它算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川普他明确地站出来说，我将会推动反共产主义。那么他现在目前来讲，无论是他境内的共产主义还是境外的共产主义，从目前来讲的话，应该是都反的。所以我们反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来讲的话，那我们从这个思想来讲是跟他高度统一的。64诗集主编、美国会图书馆国藏作家蒋品超指出，共产主义作为一个思潮和社会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有复辟之势。川普宣布反共主义周来的正是时候。毛泽东时代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土改反右，一场一场的人整人的运动，使多少老百姓失去生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我们一想起来就寒心，就恐怖的事。所以川普总统这一个反共产主义周的宣布非常及时。蒋品超表示，共产主义的思潮不只是在中国，甚至在美国也有蔓延之势。这一次纽约进行选举，曼大尼他主张政府主导公共设施，不去搞竞标，不去搞拍卖，他也把它收获自己政府的手中，就是把权力收归政府，跟中国的所谓国有体制何其的相似啊！蒋品超认为，许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张都是表面上看似能够帮助穷人的政策，但实际上反而损害到全民的福祉。
实行计划经济，把这个权力集中，说我来分配给你，谁来分配啊？那就是少数人分配嘛。这个就导致了专权，就会呢使普通的老百姓遭受财产的损失，甚至生命的伤害。因为美国民众还没有受到过这种巨大的伤害。作为深受中共那种体制伤害的华人，来到了美国之后，我们一定要汲取当年的教训，汲取中国的历史。共产政权一贯试图根除传统价值观，把自己提升为道德判断标准的最高权威，并将权力集中于体制顶端。总统的公告指出，美国拒绝这一邪恶学说，并展现对美国建国原则的承诺。很多华人忧虑的就是，当你反共产主义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的，就是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国际社会，是把党国融合在一起，你反共的时候会排华。但是无论如何，就是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选票是在人民的手里的。无论是过左还是过右的话，那这个民主的制度会把偏激的这一方面修正。这是我相信民主制度，这是我相信美国制度的一个根本。旅美华人张志军认为，因为中国共产党也是源自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共产主义，所以美国反的共产主义也是在反着中国的共产主义。那么从反共主义来说的话，那我们肯定是支持的，因为我们就是从共产极权主义下逃出来的。他们就是打着就是我们资源要重新分配，我们要使人民都享有一样的财富，但是其实是抛弃了一些所谓的公平公正的原则，然后让人民低头于这种集权，低头于资源，政府掌握所有的资源。那其实这对人民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不利的一个政治环境。目前大约有15亿人居住在5个共产主义政权国家中，这些人口大多数在中国，其他还包括古巴、老挝、朝鲜和越南。四川阿坝特大桥垮塌，专家指选址有猫腻。11月11号，四川省阿坝州红旗特大桥发生断裂垮塌。尽管当局声称没有人员伤亡，但是遭到质疑。而且该桥是今年才刚刚建成，就发生断裂垮塌，也引发外界关注中共豆腐渣工程背后的贪腐问题。11月11日下午，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白湾乡的天空被一股巨大的烟尘覆盖，被誉为云中之桥的红旗特大桥轰然倒塌。轨道又堵死了，两头都堵了，这山马上要垮了，哗哗哗的响了。从网络视频中可见，大桥下方的山头有大量山石倾泻而下，紧接着靠近山头一侧的桥墩和桥面一节节断裂垮塌，坠入下方的角木族河中，腾起巨大烟尘，只剩下半截桥体立在河中。这个事故是先发生了山体滑坡，然后桥倒下来的，所以这个顺序也很重要。这是一点。这个山坡明显看出是滑坡的历史，所以从这个山坡直接跨过来建这座桥，这个选址的方案令人费解。从直观上可以感觉到，这个小山中还会有滑坡的可能，而把这个桥接在这个山头上，主桥接在山头的另外一边，而且上面加上路面，这个方案在我看来令人费解。据了解，该大桥今年1月14日才合龙建成，桥梁全长758米，在当地算是一个标志性工程。那个山头它明显是滑坡之后留下来的一个山头，所以起起滑滑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坡非常陡啊，那个坡应该在45度、60度左右，那就随时就会滑的。如果山体是满天水洼的，那就更是问题了。由于蓄水造成的山体里面的含水量的变化，山体的重量的改变，哪怕不滑它也会移动的，那就是更没法避免了。该大桥垮塌后，当地政府发通报称，11日下午4时许，因变形加剧，山体滑塌，致该段路基及引桥垮塌，无人员伤亡。这个事情不是工程人员的问题，这是共产党的问题。只要稍微挖一挖，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为什么在四川这个地方发生？挖一挖，极有可能是高层的腐败，
你就是比如说检测做积极这个探测研究的机构可能没有足够的经验，领导可能是大家积极，害怕了就没问题，都有可能的。阿坝州委宣传部和马尔康市当局宣称，前一天已发现大桥出现裂缝，存在安全隐患，当天已进行封闭管制。但网友批评这是人祸，并不是天灾。工程师大裁员，监察体系失灵，豆腐渣建设终于出事了。荒谬的是，官方还把提前封路作为政绩宣传。中国人也事情多了，公司人员往往没有发言权，都是政治拍板。就像拆下水库啊、上面下水库啊，都不是技术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所以这个桥，我现在选址到这个地方，所以以后查一查，我估计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选址到这个地方，还专门从那个小山头上跨过去。官方通报将垮塌原因指向山体滑坡导致边坡裂缝。有科技领域创作者发文质疑，为何这座今年1月才完成主跨河龙的新建大桥，在设计与施工阶段没能预判并规避山体滑坡风险？为什么不去加固两岸的山体？是否当初就没有考察这里的地质情况？大桥垮塌的背后是否隐藏着责任漏洞？所以这个问题划来划去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主导政治生活的协商，它的问题，它腐败了整个社会，腐败了官僚体系，腐败了整个作业链相关的施工的条件上的服务等等。它腐败了以后做出来的东西，它当然就是有问题啊。美国高级桥梁结构设计工程师竺学业认为，红旗特大桥垮塌明显是地基山体滑坡造成的，所以即便是桥梁设计施工中存在问题，最终也会被中共掩盖住。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上海市宝山区高静镇江阳村村民封尧良、李雪梅夫妇20多年前遭遇政府强拆，一家人成了无家可归的拆迁难民。夫妇2人分别向宝山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结果先后遭到2级法院的枉法裁判，2人投诉无门。11月11号在网上发文讲述冤屈。广东省潮州市的潮州陶瓷厂拖欠工资，11月10号，数十名工人到潮州市政府讨薪。当局派出警察到场戒备，工人被赶到大门一侧。江西省莲花县玉井湾小区因物业强行收取停车费引发不满，11月10号，大批业主聚集抗议，他们用车辆堵住小区入口，导致周围交通一度瘫痪。中国中铁建筑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11月11号，几名工人爬上公司大楼，威胁要跳楼讨薪。过去20多年，中共在非洲大举扩张，如今美国已经悄然超越中共，成为非洲最大的投资者。专家认为，中共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投资，慢慢的会被欧美给取代。英国国家广播电台11月10号报道，根据最新年度数据，美国已超越中共，成为非洲最大的外国投资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倡议组织获取的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在非洲的投资额为78亿美元，中共的投资额为40亿美元。这是自2012年以来，美国首次重新夺回领先地位。长期以来，中共透过“一带一路”项目在海外大规模投资，仅在非洲国家的投资额就达1550亿美元。过去非洲市场一直都接受“一带一路”的这种投资嘛，但是目前非洲很多国家对于“一带一路”没有给予非洲人工作机会，也没有为当地带来经济发展，感到很大的反感吧。然后同时间，中国又因为这几年来经济比较疲乏，没有办法持续大撒币啊，这些非洲国家它就会往其他国家去寻找资源嘛。非洲拥有全球约30%的矿产储量，蕴藏大量锂、钴、钨和稀土等关键矿产，是制造电子设备、电池、半导体、航空航天器等高科技产品的核心材料。中非和南非这个区块里面，稀土资源是蛮充沛的。如果美国在稀土上面不要再受制于中国的话，去开发非洲的市场本身就是蛮符合期待的一件事情。
美国在非洲的投资由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 DFC 主导。DFC 成立于川普总统第1任期，目的是对抗中共在战略地区的影响力。他只差没有直接挑明的讲说，我就是要对抗一带一路来的。他这个组织成立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利益跟对于全球资源的这个 access， 不会被少数国家所垄断。美国马里兰州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教授说，早期中共在非洲、拉美及东南亚的投资，美国并未干预，但中共将这些投资与其全球政治战略绑定后，美国不得不正视了。一带一路这个战略意思就是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某些基础建设只有它可以用，或者是有些铁路港口就是它的，对美国来讲是它很不能忍受的，因为这样子就阻断了美国的商船、贸易口岸或者是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投射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逼得美国出手了。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认为，美国在非洲投资目标、效果和中共的一带一路都不同。美国在非洲的投资，他会去观察以及去控制这些投资是否真的有达到原先预期的效果。他不是钱撒给政府之后什么都不管，或者是像一带一路一样，钱给了国外政府，然后同时又回到中国厂商的口袋，导致说国外除了这些贪腐的官员以外，没有人真的赚到这笔钱。叶耀元表示，美国是希望非洲国家发展经济，而中共的投资是以战略和政权利益为导向。这些投资都是把过剩的一些外汇存底，透过对外投资的方式，再洗到了其他中国厂商的身上。它就所谓的大外循环，循环成大内循环的概念，它的钱永远洗不出去，最后还是洗到自己人身上来。近几年，美国和欧盟加强对非洲的投资。2022年，拜登政府加入了7国集团的6000亿美元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欧盟当时也宣布了一项新的非洲政策。目前，美国资源集团旗下子公司 Re-Element Africa 正在非洲建设一座关键矿物和金属精炼厂。现阶段来讲，只要中国的经济一直被压缩，它要去继续去维持自己在非洲的投资的可能性就不高，所以慢慢的就会被欧美给取代。这个是一个大方向啊。数据显示，中共“一带一路”在非洲的势头在减弱。2021至2022年间，中共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基础建设投资下降55%，减至75亿美元。中国民众表示，共产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们不想与这个组织有任何关系，声明3退。来看他们的声明。小雨说，中国共产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首先是骗取中国人，包括愚弄老百姓，所以才好话说尽。但是现实处处做着吃人的勾当，只要有人能从现实碎片中发现中共邪恶的本质，于是共产党就露出獠牙真面目，于是坏事做绝。构建防火墙，干扰境外广播，流血的贸易，阻止人性善的力量，包括禁过洋节，中共奴役了我们。在此声明，退出中共罪恶集团的团组织，并祈求有朝一日中国人也能有尊严地活着。上海的陆欢说，我在此郑重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即使有生之年无法离开大陆，我也不想和邪恶组织有任何关系。祈求神明能保佑善良的中国人，为沉冤带血的痛苦灵魂伸张正义，让所有中国人觉醒，走出对中共的恐惧，驱逐邪灵，光复中华。好的，观众朋友，我们这一期的中国静闻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